关节痛常被认为是年纪大的必然现象，但您知道吗？有些我们日常爱吃的蔬菜，尽可能默默伤害着我们的关节筋骨。您以为吃蔬菜就保健身体，其实有3种常见蔬菜，越吃关节越痛。想象一下，隔壁的王阿姨天天吃蔬菜，但膝盖还是又酸又肿。她纳闷儿，不是说多吃蔬菜对身体好吗？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她吃错了蔬菜。今天我们就要轻松聊聊这3种对关节不利的蔬菜，以及医师建议可以用哪些食物来替代，让我们提升体力，保护筋骨。同时也要公开银发族常见的饮食陷阱，看看您是否也中招了呢？马铃薯可是一种餐桌上的常客，炸薯条、薯泥、炖马铃薯，怎么煮都美味。不少长辈认为马铃薯是蔬菜，营养丰富又容易饱足，甚至有人拿它当主食替代饭面。然而，马铃薯对关节健康却暗藏危机。第一，马铃薯属于茄科蔬菜，含有一种天然物质配糖生物碱，其中常见的一种称为龙葵碱。这种物质对植物来说是防御害虫的武器，但对人而言可就不那么友善了。龙葵碱摄取过多时，可能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。有些研究和临床观察指出，它可能会加重关节炎的疼痛。您或许听过有人吃了发芽或皮带绿色的马铃薯会中毒，那就是因为龙葵碱含量暴增的缘故。平常一般马铃薯的龙葵碱含量不至于让人急性中毒，但长期摄取下来，对关节的影响不可小觑。第二，马铃薯淀粉含量高，升糖指数也高，这意味着吃马铃薯会让血糖短时间内迅速上升。对于银发族而言，血糖反复剧烈波动容易造成发炎反应，长期下来可能影响关节健康。更不用说很多人爱吃的炸薯条、薯片，含油高、热量高，会导致体重增加。体重过重可是关节的大敌，每增加1公斤体重，膝关节就要承受好几公斤额外的压力，难怪膝盖会不堪重负。王阿姨就是个例子，她退休后爱上吃马铃薯料理，短短半年体重增加了好几公斤，走楼梯时膝盖疼痛明显加重。这时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马铃薯吃太多让她不知不觉发福，也让关节提早悲鸣。第三，马铃薯当成蔬菜吃，容易让人忽略其他营养摄取。有些长者挑食，爱吃软烂的马铃薯泥，却不喜欢青菜和肉类，久而久之，蛋白质、维生素摄取不足，肌肉流失，骨骼也跟着变脆弱，难怪觉得身体没力气。马铃薯其实更接近主食类，所含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绿叶菜少，如果光靠它来补充营养，可会让身体营养失衡呢。那是不是以后就不能碰马铃薯了呢？其实也不必谈薯色变，我们可以聪明的吃。买马铃薯时选择表皮完好，没有发芽发青的，保存时要避免日光照射，以免变绿。烹调前一定要削皮，并且充分加热煮熟，这些动作都可以大幅降低龙葵碱的含量。吃的分量也要适度，不要每餐都拿马铃薯当主角，偶尔少量品尝即可。如果您真的爱吃薯类，又想顾关节，可以用地瓜来取代部分马铃薯。地瓜不属于茄科，没有龙葵碱的困扰，还富含膳食纤维与贝塔。胡萝卜素对血糖的影响也相对稳定一些，可说是较健康的替代品。彩椒也就是甜椒，颜色鲜艳，口感脆甜，是许多人沙拉里的明星食材。彩椒维生素 C 含量丰富，照理说对身体有益，但问题出在生吃过量。首先，彩椒和马铃薯一样属茄科家族，虽然彩椒中的龙葵碱含量没有马铃薯那么惊人，但生吃大量彩椒对某些敏感体质的人来说，可能依然引起发炎反应。曾有位60多岁的李伯伯，退休后迷上生机饮食，每天生吃彩椒、小黄瓜当沙拉，结果几个月下来，反而觉得膝关节老是隐隐作痛。就诊时，医师怀疑问题出在茄科蔬菜上，李伯伯按医嘱停止生吃彩椒和番茄，改以烫青菜为主。一段时间后，膝盖疼痛竟明显减轻，让他又惊又喜。除了茄科的因素，生彩椒的高纤维和生冷属性对某些银发族的肠胃也不太友好。上了年纪，消化功能下降，如果一次吃太多生冷的蔬菜，可能导致胀气、消化不良。彩椒生吃虽然爽脆，但它富含的膳食纤维比较难以分解，
容易造成肠胃负担。举个例子，张奶奶听说生吃蔬菜最营养，于是每晚餐都来一大盆凉拌生菜加彩椒。没想到她开始出现胃胀和排便不顺，夜里膝盖也隐隐作痛。其实对于消化能力较弱的长者，适度烹调蔬菜更为恰当。彩椒稍微炒一下或蒸软，营养比较容易吸收，也减少生冷刺激。烹调后的彩椒维生素 C 可能略有损失，但对整体消化吸收和关节健康反而更有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彩椒常常生吃搭配生菜沙拉，很多人喜欢加沙拉酱增加风味，但沙拉酱高油高盐，高龄者如果摄取太多，反而会引起其他健康问题，比如血压升高或体重增加，间接也不利于关节。因此，银发族若要吃彩椒，建议少量，熟食为宜。红黄绿各色的甜椒可以提供不同植化素，对身体有好处，但务必适可而止，均衡搭配。很多人爱吃炒豆芽，脆嫩多汁又便宜。豆芽菜是黄豆或绿豆发芽而成，营养听起来很丰富，不少年长者拿它当作补充纤维的好食材。但如果您有关节痛的困扰，特别是痛风、尿酸偏高，可得小心这盘看似清爽的豆芽菜。豆芽虽然是蔬菜，却含有不低的嘌呤。嘌呤是形成尿酸的物质，痛风患者最怕的就是尿酸飙高。许多人都知道内脏、海鲜等动物性食物嘌呤高，却忽略了植物中的隐形高嘌呤来源。例如黄豆芽、绿豆芽在发芽过程中，种子为了快速生长，细胞分裂旺盛，这时期 DNA、RNA 含量特别高，而 DNA、RNA 里就富含嘌呤。如果一次吃很多豆芽菜，对痛风患者而言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。有位中年先生本来痛风控制得不错，因为听说多吃蔬菜有益健康，就天天炒豆芽配饭吃，结果没多久手指关节又红又痛，发作起来。一问才知他每天吃了满满2大盘豆芽。营养师听了也直摇头，豆芽吃太多也是会让尿酸飙的啊。除了嘌呤，生豆芽的卫生问题也是隐患。芽菜容易滋生细菌，尤其在发芽和运送过程中，如果卫生控管不佳，表面可能带有大肠杆菌、李斯特菌等。年轻人肠胃好，可能吃了也无大碍，但银发族免疫力较弱，如果常吃没完全煮熟的芽菜，可能出现拉肚子或感染症状。一旦身体发炎、感染，关节疼痛，也可能雪上加霜。因此，长者千万别学年轻人吃生芽菜沙拉。所有芽菜类食物，包括豆芽、芦荟芽等，一定要充分煮熟再享用，才能安心。难道上了年纪就与豆芽无缘了吗？其实少量吃，充分煮，豆芽菜仍不失为一种清爽蔬菜。豆芽含水量高，热量低，适合控制体重，而且富含维生素 C 和钾，适度吃对心血管有益。如果您没有痛风困扰，每周吃上几次也无妨。但如果已经有尿酸偏高，建议就减少豆芽的摄取频率和分量，用开水烫过沥干再炒，可以去掉部分嘌呤成分。如果担心营养流失，可以喝点烫过豆芽的汤，同时补充水分。总之，吃豆芽要有节制，千万别以为它是蔬菜就没关系。痛风发作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说了半天，哪些蔬菜才是对筋骨有益，又能让我们更有精神的好选择呢？别担心，大自然提供了丰富的蔬菜宝藏，只要挑对食材，餐桌照样可以色香味俱全，又吃得健康。以下就介绍几种医师特别推荐给银发族的筋骨好朋友。菠菜，大部分绿叶蔬菜都对健康有益，但如果要选一个代表，菠菜绝对榜上有名。菠菜富含维生素 K、镁、钙等矿物质，这些都是维持骨骼密度的关键营养。银发族最怕骨质疏松，骨头像蜂窝饼干一样脆，但常吃菠菜有助于补充钙质，并减缓骨质流失。此外，菠菜里的叶酸和铁质可以促进红血球生成，预防贫血，让人气色红润，体力更好。阿强伯年过70，仍精神奕奕。他笑说秘诀就是每周喝菠菜汤。他年轻时听过大力水手补派吃菠菜变强壮的卡通，虽然夸张，但也反映菠菜确实营养丰富。当然，菠菜也有它的小缺点，含有较多草酸。草酸会和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，可能影响钙吸收，甚至造成结石。不过，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在烹调菠菜前先用热水烫一下，去除大部分草酸，
就能放心大口享用了。因此医师建议长辈吃菠菜时先烫后炒或煮汤，既保留营养又避免草酸干扰。烫过的菠菜拌黑芝麻和蒜末就是一道补钙又开胃的小菜呢。青花菜，也就是绿花椰菜，被誉为蔬菜中的骨骼守护者。青花菜是十字花科蔬菜的明星，别看它长得像小树，其实钙含量一点也不输给牛奶。青花菜一杯就含有将近70毫克钙，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。维生素 C 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，而胶原蛋白是软骨的重要成分，足够的维 C 有助软骨修复，减少关节摩擦带来的疼痛。维生素 K 则能帮助钙质沉积到骨骼中，强化骨本。更厉害的是，青花菜含有一种特殊植物化合物硫配糖体，例如萝卜硫素。研究发现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，这意味着常吃青花菜可能有助于降低身体慢性发炎程度，对关节炎有一定的保护效果。李奶奶过去上下楼梯膝盖都会痛，自从她听从医师建议，每周至少吃3次青花菜，不是清炒就是炖汤，半年下来觉得膝盖灵活不少。青花菜纤维丰富，也改善了她的便秘问题，人看起来气色好了，走路也有劲了。对于不爱吃青花菜的朋友，小提醒，可以试试将青花菜蒸熟后淋上橄榄油和蒜蓉，清香入味，或和红萝卜、鸡肉一起炒，增加风味和蛋白质，营养加成。胡萝卜，俗话说吃红萝卜不用看医生，胡萝卜的好处实在多。首先，它是维生素 A 的极佳来源，以贝塔胡萝卜素形式存在，有助维持眼睛健康和增强免疫力。也许您会问，眼睛跟关节有什么关系？其实维生素 A 同样参与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，缺乏时可能导致皮肤黏膜干燥，甚至影响关节滑膜的健康。适量摄取维 A 能保持关节周围组织润滑，减少摩擦疼痛。胡萝卜鲜艳的橘红色背后还藏着满满的抗氧化力，其中的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等物质可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，减轻发炎反应。很多银发族觉得自己没力气，其实可能是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状态导致精神差。每天来根胡萝卜当水果啃，或喝一杯鲜榨胡萝卜汁，都是补充营养、对抗疲劳的小妙招。别忘了胡萝卜还有丰富的纤维，帮助维持肠道健康。肠道好了，营养吸收就好，人自然更有活力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属脂溶性，需要搭配油脂才能更好吸收。所以炒胡萝卜时别太吝啬好油，或是切丝后加点油醋拌沙拉，都能提升营养利用率。王叔叔以前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，但他儿媳妇用胡萝卜炖牛腩，炖得又软又入味，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块，还意犹未尽。现在他每周都会念着要吃胡萝卜料理，身体棒棒，气色红润，走路腰杆都直了。除了上述几款深绿色叶菜如芥蓝、空心菜、羽衣甘蓝，橙色蔬菜如南瓜、地瓜等，以及菇类、海带等富含维生素 D 或钙质的食材，也都对骨骼关节有益处。重点是饮食要多样化，不同颜色蔬菜轮着吃，才能摄取全面的营养。例如绿色蔬菜提供维 K 和钙，橘红色蔬菜提供贝塔胡萝卜素和维 C， 紫色蔬菜如茄子、紫甘蓝则含花青素，能抗氧化。餐盘越缤纷，关节筋骨得到的营养支持就越全面。聊完好食物和坏食物，我们再来谈谈银发族常见的饮食迷思与陷阱。许多长辈自以为吃得很养生，但其实可能走入了误区，反而伤害健康与关节。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常见陷阱，您中了几条呢？陷阱1，只吃清淡、无油无盐，导致营养不良。不少老人家奉行清淡饮食是王道，觉得油盐少一点，身体就能好一点。的确，少油少盐对预防三高有帮助，但如果走向极端，每餐稀饭配菜谱，完全没有油脂和蛋白质，那可不妙。长期过度清淡，食物变得毫无滋味，长辈胃口变差，吃进去的总热量和营养都不足，结果体重虽然降了，肌肉也跟着掉，整天没精神，连走路都觉得腿软。其实高龄者更需要均衡营养来对抗身体机能退化。适量的油脂可以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，增加菜肴香气，提振食欲。
而盐分适度摄取也能维持电解质平衡，避免虚脱无力。如果完全吃得过于清淡寡味，反而可能造成营养不良和衰弱。黄奶奶就是一个例子，为了养生，她饭菜几乎不放油盐，3餐都喝蔬菜粥，结果半年下来，人瘦了一大圈，时常头晕站不稳。去医院一查，发现严重贫血和蛋白质缺乏。后来在营养师指导下，她调整了饮食，加了意食油和适量盐巴调味，并在粥里加入肉末和蛋。没多久，气色和体力明显改善。所以关键在适度，饮食清淡要拿捏分寸，该有的营养和热量一样都不能少。陷阱2：不吃红肉鸡蛋，只吃青菜豆腐。许多银发族因为怕胆固醇高、尿酸高，干脆不吃肉类和蛋黄，认为青菜豆腐保平安。但完全不吃肉，真的保得了平安吗？恰恰相反，这是肌少症找上门的捷径。人体肌肉需要优质蛋白质来维持，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降低，更需要补充足够且易吸收的蛋白。肉类、鱼类、蛋奶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，其中还富含维生素 B12、铁、锌等植物性食物欠缺的营养。如果长期只吃蔬菜和一点豆腐，蛋白质可能严重不足。刘伯伯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他为了控制尿酸和胆固醇，吃了3年素食，不碰红肉海鲜，连蛋黄也丢掉，结果体重没变轻，肌肉倒是掉光了，大腿细得像竹竿，上楼梯都费力。医生诊断他肌少症，免疫力也变差。事实上，高龄者更要重视蛋白质，建议每餐都要有一份蛋白质食物。不敢吃红肉就换成鱼肉、鸡肉，咬不动肉块就把肉剁碎做肉丸。牙口不好也可以喝牛奶、优酪乳或豆浆补充。蛋更是营养宝库，每天1颗蛋对大多数长者都是安全又营养的，不用过于恐惧胆固醇。只要整体饮食均衡，吃肉蛋不但不会伤身，还能让您腿脚更有力，精神更旺盛。想想那些长寿的日本冲绳老人，他们可不是吃素的，鱼肉蛋样样都吃，所以才能保持好体力，迎接100岁人生。陷阱3：迷信补品偏方，忽视正常饮食。听说某种营养品吃了对关节好，某某保健丸能治膝盖痛，但从现今市面上各种银发族保健品琳琅满目，难免让人心动。然而，把希望全寄托在补品上而忽略1日3餐的营养，正是一大陷阱。阿美姨的膝关节退化，走路疼痛。她在电视购物看到一款号称含葡萄糖胺和钙的保健锭，说吃了能重建软骨，走路有力。她赶紧买了一堆，每天当饭吃。然而，她却没有改善自己的饮食，依旧爱吃饼干蛋糕，不碰深绿蔬菜。结果半年后复查，骨质疏松反而更严重，关节痛也没有明显好转。医生提醒她，营养要从均衡饮食中来，保健品只能锦上添花，不能代替正常营养摄取。像钙片、维生素 D、补充剂可以在需要时服用，但食物中的钙质更容易被身体利用，例如奶制品、小鱼干、深绿蔬菜都要吃。再比如葡萄糖胺想要发挥作用，前提是身体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C 来合成新的软骨组织。如果饮食缺乏蛋白质，单靠补充剂也难有奇效。至于民间流传的偏方，如猪骨、熬汤补骨，实际上骨头汤里钙含量有限，反而溶出不少嘌呤和脂肪，喝多了恐升高尿酸、发胖伤关节，得不偿失。聪明的做法是将钱花在菜市场，而非迷信昂贵补品。每天吃足蔬菜、水果，均衡摄取蛋白质和全谷杂粮类，身体自然会强壮的，让你远离许多关节问题。陷阱4：吃得太单一，长期重复同几道菜。有些长辈饮食习惯一成不变，早餐永远稀饭配菜谱，午餐固定面条，晚餐青菜豆腐汤加白饭，每天菜色雷同。虽说有规律是好事，但饮食过于单一，长期下来容易造成某些营养缺乏。比如天天面条当午餐，面条虽然提供碳水，但缺乏纤维和维生素 B 群，可能导致能量不足和便秘。又如只爱某几种蔬菜，其他蔬菜一概不碰，就可能缺少那些蔬菜特有的营养。小林叔叔只爱吃高丽菜和豆干炒萝卜干，觉得对胃最好消化，结果久而久之，他出现口角发炎，皮肤粗糙。一检查是维生素多样性摄取不足，医生叮嘱他要食物多样化。
他才开始尝试不同的食谱。均衡多样是银发族饮食的金科玉律之一，每天应摄取6大类食物，包括全谷杂粮、蔬菜、水果、奶类、蛋白质和适量油脂。菜色上更要常常换花样，绿叶菜、菇类、瓜类轮流上桌，红肉、白肉、海鲜都适度吃。每天至少摄取300公克以上蔬菜，2份水果，再搭配优质蛋白和粗粮。如此一来，不仅营养充足，吃饭也变成一件享受的事，心情好，对健康也有正面影响呢。人生越进入黄金岁月，越要爱惜自己的筋骨。关节痛并非无法改善，只要从饮食下手，避开那些雷区，同时加入对的食物，我们就能为自己的身体加分。回顾一下，马铃薯、彩椒和豆芽菜这3种常见蔬菜，过量食用可能对关节不利，前者隐藏发炎物质和高淀粉陷阱，中者生食易刺激发炎，后者则与尿酸升高有关。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草木皆兵，关键在于适量和烹调方式。相对地，医师更建议银发族多摄取菠菜、青花菜、胡萝卜等富含骨骼肌肉所需营养的蔬菜，再配合均衡的蛋白质摄取和良好生活习惯，来提升体力，保护筋骨。饮食上少一分迷思陷阱，多一分科学智慧，您的身体就会回馈您10分的健康。想象未来某一天，您精神饱满地和街坊邻居相约晨运，关节灵活不再卡卡，脸上红润透露着健康光彩。这一切的美好都从您选对食物开始。记住，吃得对，走得动，远离误区，健康相随。让我们一起迈向充满活力的银发人生吧。